之前车子还在加州的时候，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山路，刹车盘因为过热而变形，导致我在高速刹车的时候方向盘会抖动。虽然在汽修店检查了刹车，但当时并没有进行更换。一个是因为刹车盘和刹车片还足够厚，汽修师说可以往前开一开再换；二是因为我的钱包还不够厚，我觉得可以往后缓一缓再花。没有想到这一开就给开到阿拉斯加了。之前60码的时候踩刹车方向盘会抖，等我到了阿拉斯加40码的时候就开始抖了。不知怎的，我觉得好像可以自己来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难。在阿拉斯加的时候，我的车就停在钓友肖顿家的后院，万一我遇到困难还可以向他求助。除此之外，汽车刹车盘和刹车片的更换绝对不是非200斤高猛壮汉而不可为的事情。刹车的安装其实是非常简易和快手的活，这就跟把大象放入冰箱是一样的，无非3个步骤而已。首先，抬起车身，卸下轮胎，取下旧的刹车盘和刹车片。第二步，放上新的刹车盘和刹车片，安上轮胎，下放车身。第三步，仰天大笑，然后感叹自己实在是太帅了。简单的3个步骤，全程不过20分钟而已。其实第一次做的时候，这20来分钟的步骤，我用了整整12个小时。但是我替大家试过了，即使是小白，即使是女性，慢慢来都是可以的。本期视频不光是基础的刹车更换，还会告诉你如何做刹车的保养。除了刹车的保养，我还要带你去看一看废车钢铁回收厂。还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各位可以猜猜看，60斤重的旧刹车盘我卖了多少钱呢？ A 一共25.83美金， B 驾驶座侧8.6美金，副驾座侧8.2美金， C 2块钱。朋友们，看完本期视频，你将再也不会惧怕刹车相关的问题，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学看吧。那些你能自己做的车辆维护保养之2，刹车的购买、更换、保养及回收。评论区请各位动手达人和专业人士多多指教。我感觉如果会换刹车的话，路上如果遇到轮胎爆胎之类的问题，需要换胎就是小问题了。因为换刹车的第一步就是卸轮胎，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Hello, can you look at some parts for me? Sure thing. Ford Transit Connect 2013. I need to find the brake rotors and brake pads. French? So, this guy and this guy, do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t seems like the material is different. Alright, so pretty much these pads heat up more than these pads do. They got different coatings, and this one less rustless. Rustles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I'll pick it up later. 这个就是他们的网站，你在这里输入你要的零件就可以找到很多。然后你看这个是 Bundle and Save， 就是如果你买一组的刹车盘和刹车片呢，就会有15%的折扣。优惠下来，刹车盘是64.32每个，然后买了2个，刹车片是49.84，最后一共花费是178.47美金，刹车盘也不便宜啊。好，去取货吧。Thank you so much. You have a good one. 然后我需要一个这个油 brake parts lubricant， 它耐高温，可以到700华氏度，在刹车运作很热的时候，它依然可以有润滑的效果。这大概就是我知道的这个油的作用吧。全部我会用到的工具：新的刹车片，包含一个弹簧；新的刹车盘，特别重。车自带的 Scissor 千斤顶，手套、除锈的刷子、保稳的保架、千斤顶的垫子。因为现在这个路是石头路，它不是平的那种水泥路，所以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个 Hex Key Knee Pads。跪着的时候别磕着膝盖。拧螺母的一个 Screwdriver， 刹车用的润滑油 C Clamp， 它是用来代替活塞顶回工具的。这个东西只要5美金，但是活塞顶回工具要60美金。这是用来卸轮胎的，它可以拉伸到很长很长。我之前用过一种十字架的那种，我觉得应该标明200斤壮汉专用，那个真的是拧都拧不动。锤子。好了，这就是我准备的最后工具了，试一下吧。忘了说，这个是我准备的笔记。换刹车简单明了，大概就是89步吧。后轮上塞2块木头，锤一下把它锤进去。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手刹要提上去。OK， 打开车顶盖，装刹车油的地方把它打开。把活塞顶回去的时候，这边的压力就会变大，所以我们要把盖子打开。准备工作完成。这是19毫米的，我们把它拉长。哒哒，这个解开了，把每个都拧松。Why? Remember, gotta loosen the bolts. Yeah, I'm loosening the bolts Yeah, before jack it up. Yeah, I know it. OK， 拧松了过后才能放千斤顶，因为它这个拧的力很大。如果你先放了千斤顶，你再拧的话，你这个车可能会晃，然后千斤顶可能会支不稳。这个时候再来升千斤顶。看这个三角形，每个车都会有类似的标志，就代表千斤顶可以顶起来的主梁是在这个地方。石头路很松，所以要垫一个盘，气阀拧紧，很轻松就拧上去了。可以用车带的这个升一样的，这可以升得高一点，感觉这个也蛮好用的。然后这个现在比它高一点。所以我们把这个降一点，然后让车可以降下来，坐在这个宝架上，反向的去转它。好了，这就稳了，单手就可以拧。把所有的工具都要装在一起，不然一会儿找不到了就会很麻烦。这个螺丝有2头，这一头是圆的，这一头是正常的6角螺丝，它就是为了让整个轮胎可以固定在中心，而不会到处乱转。把所有的零件都找个小篮子装起来，一会儿别弄掉了，就会很麻烦。I'm good. You changed your brakes already? No, not yet. But I didn't film that one, so I need to do it again. I need to refilm this clip. I'm good. 好，轮胎就很轻易的下来了。这个轮胎放在底下也是进一步的确保平安，这样就算车坐下来，它就会坐在这个轮胎上。如果你人在下面的话，它就多一层的保护。好，现在千斤顶架起程序完成。这个是旧的刹车片，虽然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因为刹车抖动，那边的修理师跟我说它会有一个很小的偏差，但其实它厚度还是挺厚的。这边刹车片的厚度其实也挺厚的，刹车片在这个地方。整个刹车我学下来感觉就是4个部分，这是盘子，这是片子，这是夹子，这个是架子。所以我们要先把夹子取下来，然后把刹车片取下来，把架子取下来，然后最后把盘子取下来，然后再反向的把它安上去，大概是这样一个操作。哎呀，也不是特别复杂。然后今天要把这些锈的地方稍微做个保养，把它们都擦一擦。如果你的车现在是在空档的话，你这个轮子是可以转起来的，你可以转轮子，看一下后面的架子有没有什么异样。掏出我的小本，下一步来干嘛？第4步，安一颗进行固定，再下一步就是取开这个弹簧。第4步完成。第5步，取下这个夹子。这个夹子是用后面2颗螺丝固定住的，所以要先把这个取掉。7毫米，把它放进去。感觉这个有点紧了，是应该这个方向。它的逆时针方向松，所以像这种在背后的，对于我们来说是顺时针。别把方向搞反了，会变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我就经常把方向搞反。我学到的就是，如果你取不下来，觉得很紧的话，你就这样子拍，这样给它力。然后如果手很痛的话，就用锤子可以试一下，用锤子这样砰的砸一下。但是这个还好，这个直接就松掉了。对我来说，我最害怕的出现的问题就是东西卡住，因为我这台车很老，它有很多的锈，所以有时候锈会让取这些东西变得格外的难。然后毕竟力气没有男性那么大。所以如果有东西卡住的话，就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把下面这个也弄松。嘿嘿，这是千斤顶的这个管子，这样加长力臂，这样你所耗费的力就可以越来越少了。这就取下来了。看这个其实蛮脏的，一会儿要清理一下。
大功告成。现在应该就可以把这个夹子取下来了，上下松一松。好的，这个就取下来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把它这样吊着，因为这个线是很脆弱的，然后这一头是很重的。把里面的刹车片取出来。这个东西呢，它是活塞，因为它刹车片呢是这边放一个，这边放一个，所以随着刹车片越来越薄，这个活塞就会顶出来。我们新的刹车片安进去，它是比原来的刹车片厚的，所以如果你这个活塞不顶回去的话，到时候再安装在这个盘上，它就会塞不进去。所以我们现在要用一个 C clamp 把这个东西顶回去。这是个4英寸的 C clamp， 我觉得我可以垫一个。好，对比一下这俩刹车片，这个厚度就是刹车片的厚度，这个新的要厚一些。它放在这边。下一步呢，就是要取这个夹子，所以要把这个螺母取开，看行不行？完全锈了，先喷点东西吧。这就是我害怕的，就是锈，它会让取零件变得很困难，然后就会卡在这里。试一下这个油，它是可以浸到里面，然后润滑这个生锈的部分的。然后等待10分钟，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是放刹车片的，这里面好好刷刷。结果有点难搞啊！把扳手交给 Sheldon 的那一刻，我有一点泄气。难道汽修一定要交给壮汉才能够完成吗？可是再一想，人家阿基米德只要有一个支点就能够撬起整个地球，所以撬松这一颗10几毫米的螺丝好像跟性别没有关系，而是跟3件事有关系。第一是螺母和工具的接触面需要足够的紧，无论是把小1号的扳手敲进去，还是把大1号的套筒垫一些锡箔纸，又还是专门使用市面上的 extractor，都是为了让被撬物体和工具紧密接触，不打滑。2是撬的工具要足够的结实，能够承得住力，不会弯曲变形。3杠杆要足够的长，你的力气越小，杠杆就要足够的长。耶 ，Bravo！ nice. But the wrench stuck on it. Take it off. Impact's wrench supposed to do. Shake it, vibrate it. 垂下来了，扳手都垂弯了已经。它是 the wrench is bent. Yeah. $14mm don't fit. 15 is too big. Where yours fit? Where does mine fit? Because I beat it on there. Oh, so I can use my beat it on it too. You don't want to beat that. I got 4 of these. Okay. And this one's still working. 19-30 seconds will be good enough to. Yeah. Okay. I'll keep going. 好难呐！好，我可以接着把它取下来了。大家不要被这个吓到，只是我的这个有点难，大家的没有生锈应该都还好的，这个生锈了就会难一点。它原本不应该这么难的。好，都取下来了，然后把这个移开，接着这个盘就能拿下来了。所有的零件都放到盒子里，别搞掉了。OK， 虽然肉眼看不出它哪里不平，但是我当时去检查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你要放在机器上才看得出来。然后他说他们做了很多类似的客户，所以如果你刹车感到抖动，有可能就是这个 rotor 非常的锈。我这个车是最开始在纽约，后来在科罗拉多，都是下雪的城市，然后就会非常的锈，因为他们路上会撒盐。这个和刹车盘接触的地方要好好清理一下，螺丝的表面也要清理一下，让它比较的平整，这样就不会开车的时候抖。Haha, you know why? It's this. It was touched. Let me remove. Oh. Now try.
right. 涂上这个昨天买的高温油，涂在这边，防止它生锈和刹车盘粘在一起。觉得生锈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薄薄的抹一层，螺母别抹上了，因为如果螺丝抹上油的话，到时候拧的这个力矩就不能确定了，它就变滑了。你的实际的力就要拧小一点了，所以不要抹在螺母上了。把新的刹车盘安上去。这第几步了呀 ？Clean the hub, grease the hub, grease the hub 做了半天，做到了16步，其实中间插了一个很长的怎样把生锈的螺母取下来这一步。哦 ，Clean the new rotor。据说新的刹车盘是有油的，然后不能让刹车盘和刹车片上有油，因为有油的话刹不住，所以需要先清一下。但我觉得我这个好像没有油啊。这个材质，反正说明书上说它散热会更快一点，然后更加能够抵抗锈蚀。Place one nut to hold， 安装一颗螺母来固定一下，这个要擦一擦。这个是个扭力扳手，根据修理书呢，它要到98 foot-pound， 所以就把它调成90，再把它拧到8的位置。是抹在这里，以及这个背面跟刹车片相接的地方，薄薄一层抹好。这是新的刹车片，把它安上去。取下来的时候拍个照片，就是这样就不会安反。OK。好了，刹车片的这些头头也涂上油，让它们可以在里面自由的活动。好，安装这个夹子。安装的时候注意这个线不要拧着了。我好想安装翻个啦！嘿嘿，新手就是有很多的这样子才对。I'm so proud of myself. Why?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这个 slider 已经特别脏了，放进之前好好打磨一下。它是在整个刹车里面会左右动的，所以它会涂一层润滑油，用砂纸来打磨一下。自己换零件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些零件都照顾到。我觉得如果在修理厂的话，很难别人可以这样给你仔细的去锈。这两个就清理好了，然后这上面也要涂上润滑油，前面多涂一点，后面少涂一点，推进的时候就整个都润滑到了。这是我跟一个视频学的。好了，差不多就这样，然后把这个安回去。好滑呀！根据修理书的话，这两颗螺丝是要拧到22 foot-pound 的扭矩。但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讲，就是如果没有扭力扳上的话，就这样敲2下。手好痛哦，这样就好了。OK， 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38步，安装弹簧。这个弹簧就是插在这儿，它是为了在你不刹车的时候，这个弹力可以让这个片儿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就不会开车的时候一直都在磨刹车。先放一个孔，然后再放入另一个孔，就是安的时候要敲一敲，确保弹簧都进去了。第41步，把轮子放上来。快了，快了，马上就要做完一边了。现在刹车部分就已经安装好了。哎，我就把我知道的就先分享出来，请大家多多指正。太重了。耶，这个圆的部分要放在里面哦。这个轮胎它没有跟轮毂分离开，所以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我感觉如果会换刹车的话，路上如果遇到轮胎爆胎之类的问题，需要换胎就是小问题了。因为比起换刹车，因为换刹车的第一步就是卸轮胎，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注意按的时候，它要一个五角星的按，不能一个顺着按。五角星的这种交叉式按法，它就可以确保在中心。100 foot-pound， 把这个调到100，再 lock。现在要把这个架子放下来，再用扭矩扳手把它拧紧，因为用的力很大，就把它放在地上最安全，不然会扭来扭去。先把它升高，把保架拿出来，把车缓缓地降下来。如果是用液压千斤顶的话，就是把这个气往这边慢慢的放下来，它就会自己降下来。这种 scissor 千斤顶的话，就是需要手动旋下来。顺着这方向。OK， 这一面搞定了。第一次搞这个东西，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在评论区指正出来，然后我们都可以，这样大家都可以一起相互交流学习。现在完成了44步，接下来就是在另外一边重复这44步。好嘞，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下刹车的更换和保养吧。拧松轮胎的螺丝，升高车身让轮胎离地。我都没注意到轮胎已经升起来了。卸下轮胎螺丝，取下轮胎，取下弹簧，取下刹车卡钳的导向销，取下刹车卡钳，取下刹车卡钳的支架螺丝，取下刹车卡钳支架，取下刹车盘，涂抹高温刹车润滑油，安上新的刹车盘，安回刹车卡钳支架，安回刹车卡钳，安上弹簧，放回轮胎，手动旋紧螺丝，放下车身，最后拧紧轮胎螺丝到指定的扭力。OK， 搞定了。最后一步，第89步踩刹车。哦，不对，第89步是，哎呦喂呀，第89步。第89步是把这个盖子给拧好。好了，现在才打公告成。我的手已经成这个样子了。最后一步就是踩这个刹车，看就踩硬了。现在来试开一下，我还是对我自己换的刹车比较有信心的。慢慢的试开一下。浅浅的刹车，我有稍微听到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新盘子要磨合一下，所以我感觉它刹得很好。我前几天有在小路上测试，就是很慢的刹车，最开始是有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刹几次过后就没有了。新的这个刹车需要磨合，今天我是开到更高速一点，然后看一下方向盘的刹车情况。看这个换完过后现在的效果，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前面就有一个红灯，试一下。好，完美，我觉得很顺滑。嘿嘿，我的方向盘很稳，非常的顺，踩下去非常的顺。试驾完了呢，不要再忘了目测一下里面的刹车盘，看是不是平整。好的，朋友们，到此为止呢，整个换刹车盘和刹车片就圆满结束了。然后像千斤顶那些东西也是，哪怕是不换刹车、换轮胎之类的，也是必备的一个技能，大家都可以平常多练一下。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的视频下面会收到一些留言说，一个女生怎么能自己上路？赶紧回家吧！要是轮胎出问题，看你咋办之类的。但是不就这么办吗？路上自有答案，不是吗？这个世界上好像总有很多声音试图告诉你，你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是我们的人生真的需要被框起来吗？也许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是不专业的，我们可能只是业余的汽修师，业余的水电工，业余的厨师，业余的会计师，业余的穿衣模特，业余的摄影师，业余的视频剪辑师。但是我想，
我们起码可以不去做业余的自己。业余到给自己设下边界，告诉自己边界之外都是不能和不可能。业余到给自己贴上标签，说我只能活成某种样子。业余到把自己的人生交给别人潦草的建议。所以有什么想试的就去试试吧，有什么想学的就学学看吧，有什么想看的就亲眼瞧瞧吧。外界的意见已经够多够杂够难消化了，我们就自己对自己宽容一点，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和耐心。如果犯了错就吸取经验好了，如果花了时间就静静体验好了。想来一路的跌跌撞撞，不正是每个专业人士最初的样子和成为专业人士的必经之路吗？这里来回收一下我的这个旧刹车盘，这边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铁。Hi. Hi. I have some metals. Do you guys recycle? Pull up on the scale, and they'll tell you where to go. Okay, thank you. 我还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因为这个是100美金一吨，所以2个 roller 的话大概就是1美金。Folks need your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there. So there's your weight ticket, receipt, and cash. Okay, thank you so much. You as well. 2块钱，2块钱。所以答案揭晓，这个旧的刹车盘卖了2块钱，你猜对了吗？